如果話俾你聽，我哋兩個人靠平均唔夠15,000嘅人工，喺冇父幹、冇中六合彩嘅情況下，只係用3至4年時間，就喺香港買到藍籌屋苑嘅兩房單位，你係唔係覺得完全冇可能？但我想透過我哋嘅經驗話俾大家聽，其實買樓唔需要靠運氣，亦唔係難事。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好多人認為冇父幹、人工低、冇學歷，人生就已經玩完。社會普遍覺得買樓係一件普通人遙不可及嘅事，何況有晒呢幾樣特質嘅人，即係我，竟然可以去買樓。新聞都話香港樓價連續14年全球最難負擔，不吃不喝近17年才能置業。網上討論區又話月入5萬蚊都唔好買樓。供樓講男生開支大，收入月清，仲差過住公屋。但係事實到底係唔係咁樣？我同莎莎喺決心儲錢之前，企喺海邊望住對岸嘅萬家燈火。如果真係咁難先買到嘅話，又點解釋咁多人都買到呢？唔通個個都有富爸爸，抑或個個都中六合彩？定係只係當中有啲我哋唔知道嘅要點？為咗去揾呢個答案，我哋透過不斷嘅學習、堅持同努力，終於喺3至4年就買到私樓啦。即使我哋買到私樓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嘅人工加埋3萬蚊都冇。喺呢條片，我會分享我哋嘅親身經驗，點解好似我哋咁普通嘅人都買到樓，更會分享當中嘅要點，令我哋如何一步步咁成功買到樓，而且方法可以完全被複製。如果你都想透過自身嘅學習同埋努力，就成功喺3至4年間買到樓，有屬於自己嘅安樂窩，記住將呢條片睇到最後啦。順帶一提，大家都支持我呢條片嘅話，可以俾個 like 呢條片，咁樣影片就會自動儲存喺你嘅播放清單入面，方便你隨時可以揾翻出嚟重溫多幾次。呢個頻道係分享我哋認為最有用，幫助普通人達到財務自由嘅資訊。如果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可以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當我仲喺窮人圈子嘅時候，問身邊未買過樓嘅親朋好友要儲幾多錢先買到樓，竟然冇人正確答到我要幾錢先買到樓。想喺網上揾到答案，又走上去啲網上 KOL 討論區嗰度，又講到買樓要俾成樓價嘅一半做首期，閒閒地都幾百萬，唔知大家又有冇試過呢？好多人就咁聽佢哋講，就信咗要俾成幾百萬首期，就以為買樓好難而唔去買樓。其實呢啲資料唔可以咁容易去相信，因為嗰個人本身有冇買過樓都成問題。如果你想知道點先買到樓嘅話，其實最起碼都要問一個有買樓經驗嘅人。入返正題，喺買樓之前，我認為首先要做3件事。第一件事就係俾個目標自己。買樓之前，你要了解有2樣嘢需要作為你嘅目標。第一就係你要知道買樓係要有幾多嘅支出。第二就係人工幾多先可以做到按揭。如果你唔知呢2樣嘢嘅話，根本一切都係空談。一般嚟講，買入住宅單位最大嘅開支都係首期、印花稅、佣金同埋律師費，之後仲有一啲嘅雜費，其餘都可以靠銀行嘅按揭借返嚟。平時喺收樓之後更加有幾萬蚊嘅按揭現金回贈。雖然而家係高息環境嘅尾部，呢啲咁極端嘅情況下係冇回贈，不過近嚟銀行都慢慢開始有返按揭回贈，令你買樓之後有筆錢額外去增加你嘅流動性。而家好多兩房上車盤，包括10大藍籌屋苑嘅嘉湖山莊同埋沙田第一城嘅兩房單位，其實都係400萬左右。當你做盡30年9成嘅按揭，包含所有支出到收樓，實際上嘅支出都係50到55萬。有部分嘅新界屋苑，例如屯門嘅大興花園同埋荃灣嘅荃灣中心，更加係300萬就買到，印花稅只需要100蚊，到收樓都唔需要拎35萬出嚟。你計下呢個目標係唔係遙不可及？假設你都係2個人，下決心想買到屬於自己嘅安樂窩，一個人1個月儲1萬蚊嘅話，2年都已經儲到48萬啦，離呢個目標已經唔係太遠啦。另外一方面，
喺買之前，你要確保你嘅收入令銀行批出到足夠嘅按揭金額。但係按揭呢個話題實在太過廣闊，喺呢度容許我用一個較簡單嘅公式去計，就係你每個月嘅底薪乘以100倍，就係你做到30年90成按揭借到嘅按揭金額。所以極端啲去計，買300萬嘅樓只需要35萬嘅現金，同埋兩個人加埋有27000蚊以上嘅底薪收入，你就已經買到樓啦。如果你想喺香港上車，買到個3至4人都夠生活嘅單位，450萬以下已經有好多嘅選擇。以呢個為目標嘅話，只需要儲到60萬現金同埋40300蚊嘅底薪，你已經可以買樓做業主，擁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屋企。而第二件事就係努力儲錢同埋揾更加高收入嘅工作。當你有咗目標之後，你自然就會為咗個目標奮鬥，睇下你願唔願意花1半甚至2/3嘅人工嚟儲蓄。你如果唔願意嘅話，其實都只係慢少少。但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儲得越慢嘅時候，你要面對樓市上升而買唔到樓嘅風險就會越嚟越大。當時我為咗達到呢個目標，不斷去學習投資嘅技巧，同時兼職去做外賣仔，一個禮拜返足7日工。正職方面都不斷嘗試去揾更加高收入嘅工作。當時由一個月儲5500蚊，慢慢都儲到1萬蚊一個月，同時莎莎都由5000蚊儲到差唔多成萬蚊一個月。因為我哋兩個人都有目標，不斷去追求更加高薪嘅工作，喺增加收入嘅同時，減少不必要嘅支出，儲錢就自然快好多啦。加上當時我哋學到嘅股票投資技術，都令我哋喺2021年港股嘅升浪入面得到獲利。但係由於當時儲錢嘅時間未算長，本金都唔多，樓市更加係創新高，人工都未夠去做按揭，所以其實我哋當時都仲未買到樓。但未買到樓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仲有乜嘢要做呢？就係我要分享嘅第3件事，就係增加樓市嘅知識。大家唔好淨係以為返學讀書嗰啲先係叫知識，買樓都係一門學問，係需要學習嘅。你要了解香港買樓嘅運作，先知道買樓有咩陷阱位要小心。由於代理多數同時代表買方同賣方，所以你有咩犯錯嘅話，佢都未必可以幫晒你。你自己要有買樓嘅基礎知識，先可以保障到自己。雖然幾十萬話多唔多，但都係大家努力儲返嚟嘅。喺買樓流程、簽約有咩注意嘅地方，坊間都有唔同嘅書同課程俾你去學習，嚟增加返呢一方面嘅知識，確保自己萬無一失。另一方面，睇樓其實係免費嘅。我哋當時即使未儲夠首期，都會去睇樓。唔好因為冇錢買而唔去睇樓。我都明白齋睇唔買真係會覺得唔好意思，但係呢個步驟先係最重要，因為當你睇唔同樓嘅時候，會見識到唔同嘅物業都有自己嘅故事。咩盤係平，咩盤係抵，睇得多自然一目了然。同時睇樓可以收集到願意幫你揾平貨、劈業主嘅 agent 為你服務。同時拓展人脈，時機成熟，自然買到一個最好價錢嘅新盤。如果你有錢買樓，但未有足夠買樓知識嘅人，要注意以下嘅情況。因為代理喺多數二手買賣係同時代表買賣雙方，一手買賣更加暗底只係代表發展商。唔信你睇下邊個俾佣金，所以你連樓都未睇過，唔知呢個屋苑嘅樓盤大概賣咩價錢。但係代理又知道你有足夠嘅錢去買樓，就好容易俾佢帶咗去睇啲新樓，介紹啲最靚但係高日價嘅盤俾你，你自然就會買咗貴貨。更加聽過個別代理會用不良嘅手法嚟推銷，例如二手盤唔可以做90成按揭，代理以佢心目中嘅路線令你買入嗰個屋苑最高日價嘅單位等等。通你只係新手咁去睇樓，咁啱又遇上呢啲嘅代理，就係最容易中伏。日價講緊閒閒地係幾十至過百萬，仲多過你儲嘅首期。如果你都好似我哋當時咁樣係一個普通人，更加蝕唔起呢啲錢。所以大家買樓之前一定要 keep 住睇多幾次樓啦。
最後講返我哋運用咗呢幾個方法去買樓嘅故事。其實我哋決定儲錢買樓嘅時候，平均人工連12,000蚊都冇，所以我哋當時 set 咗個目標俾自己。呢刻睇返轉頭都覺得好搞笑，就係6年內要儲到200萬。你試諗下，每年老闆加幾多%人工俾你？所以我哋估計6年後加埋嘅人工都係只有3萬蚊左右，只能夠去做60成按揭買一個500萬嘅上車盤。對當時嘅我哋嚟講，200萬係一個巨大嘅目標。如果以坊間嘅新聞標題嚟講，兩個人嘅人工要儲200萬，更加係6年不吃不喝都儲唔到。所以我哋就用盡方法去儲錢。實際喺呢幾年間，我哋嘅人工不斷咁去上升，同時保持低水平嘅支出，令儲錢嘅速度越嚟越快。同時學會咗股票嘅投資，並成功增加咗我哋嘅儲蓄本金。同時我哋又不斷去睇樓，不斷去學買樓嘅知識，先了解到買樓其實用唔到200萬，目標430萬以下嘅上車盤，當時支出大概只係要60萬，所以3至4年間已經儲夠首期，人工加埋都已經接近3萬蚊。可能細心嘅朋友都發現，其實我哋當時嘅人工加埋都係唔夠去做按揭，但係學識咗買樓知識之後，了解到做按揭係可以唔止一個擔保人，所以我哋揾多一個屋企人嚟做擔保就已經可以買到樓啦。2022年第5波疫情樓價下跌嘅時候，之前儲落嘅 A 準人脈就開始發揮作用。當時筍盤突然間出現，代理就通知揾到合適我哋嘅買盤。目標單位喺前後有幾組買家都約睇樓，由於我哋早有準備，人哋仲諗緊嘅時候，我哋好快就決定落票成交。最後單位以低於當時銀行估價近2成嘅售價俾我哋買咗。如果大家都有準備嘅話，而家平均人工比幾年前升咗，樓價再跌咗，印花稅減咗，呢一刻嚟講已經比我哋更加容易買到樓。當然，一個上車盤嘅2房單位未必係大家嘅心儀單位。有人中意新樓，有人中意大單位，但樓本身都係一個投資工具，所以大單位對普通人嚟講係需要用少少財技，以樓換樓嘅形式換上去嘅。網上又有聲音認為買完樓又要供樓會好辛苦，令人生冇晒樂趣。但短短10幾分鐘嘅影片並唔足夠去講呢啲嘅內容，我會喺下期嘅影片再同大家講解供樓同埋換樓嘅話題。對呢條片有任何問題嘅話，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。如果今日嘅影片幫助到你嘅話，你可以將呢條片分享出去，等你身邊嘅人同你一齊成長。我衷心祝福每一位點讚嘅朋友能夠早日達到財務自由。假如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記住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